利用地面卡车底盘装备一套双轨发射器，空空导弹摇身一变成为一款机动防空系统。乌克兰曾将 S-200防空导弹改造成对地打击武器，这种方式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在 NASAMS 防空系统问世之前，没有人想到将成熟的空空导弹用于地面发射。但当时的挪威为了节省防空系统研发经费，一番操作之下，利用空空导弹搭配地面发射系统与雷达系统，研发新型防空系统。没想到这样一个嫁接的想法，诞生了 NASAMS 这样的中程防空系统。不仅让美国大力引进，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改造空空导弹，研发防空系统。在俄乌战争中，乌军防空导弹消耗非常大，于是英国变相援助了机动防空。与 NASAMS 一样，这也是由空空导弹改造而成的，有助于满足乌克兰前线对近程防空系统的迫切需求，将主要用来对付俄军武装直升机，尤其是卡52短吻鳄，对乌军装备车辆的威胁极大。其装备的反坦克导弹射程达到15公里，可以在乌军便携式防空射程外发动打击。这套防空系统采用了苏伯猫公司6×6全地形卡车底盘，在车辆后方安装了双轨发射器，在驾驶室后方的伸缩轨杆上安装了传感器砖塔，可以在不触发目标告警系统的情况下获取俄军直升机的目标信息。所使用的导弹是 AIM-132 先进近距空空导弹，简称 ASR-AAM。 导弹长 2.9 米，重88公斤，与 AIM-9X 响尾蛇导弹非常相似。在研发时就是为了取代响尾蛇导弹，与当时正在研发的 AIM-120一道成为北约战机的主力空战武器。ASR-AAM 空中发射时，有效射程超过24公里，射程最远可达50公里。当然，这是在高空高速战机上发射才能达到的射程，如果是地面发射，射程将大幅缩短。ASR-AAM 可以在发射后锁定模式下使用，即便导弹离开发射架，目标信息也能通过信息链发射给导弹，这对于近程防空系统来说非常重要。导弹通用化改装已经成为各国武器发展的目标。有趣的是，英国装备的天剑防空导弹就是利用了 ASR-AAM 的地面发射模式。天剑防空系统配备的是 MBDA 的通用防空模块化导弹 CAMM， 同样的导弹也被欧洲海军采用，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的 Sea-Captor 系统。CAMM 源自 ASR-AAM， 两者采用了相同的火箭发动机、战斗部以及近炸引信。不过 CAMM 配备了主动雷达导引头。相较来说，乌军装备的机动防空系统明显要比天剑更加简单，这符合快速交付军援的策略，可以满足乌军前线作战需求。因此，发动反攻的乌军非常需要这类机动防空，以此来限制俄军空中力量在前线的活动空间。自海湾战争以来，战争模式已经从单一武器、单一兵种的对抗演变成系统之间的对抗，甚至是体系之间的对抗。导弹作为矛与盾的存在，既要承担打击任务，也要负责防御守护。想要提高导弹的整体作战效能与联合打击能力，必须要推动导弹的3化：通用化、模块化以及系列化。因为一弹多用是各国导弹专家的最高理想与毕生追求。通过更换战斗部、导引头等方式，让导弹可以执行不同任务，比如将防空导弹更换为对地攻击战斗部与导引头，从而变成一款对地打击武器。提高导弹通用化程度，最大限度扩大同一作战单元使用范围。而在导弹通用化中，同一单元包括分系统、设备、组件、零部件以及元器件等。分系统级通用化指的是导弹某一部分分系统既可以在同类导弹之间通用，也可以在不同类型导弹之中通用，以便在未来导弹研究中尽可能满足现有分系统。随着现代战争模式的不断改变，对导弹的通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虽然射程比较远，飞行速度甚至超过战斗机，但没办法像对空导弹那样打击空中机动目标，除非是悬浮在半空中的直升机，还有那么点机会命中。雷达制导的对空导弹只能识别在天空之类的纯净背景下的目标，如果将其当作对地打击导弹，高低起伏的地形会严重干扰它们的制导雷达。对空导弹的战斗部好比礼花，只要在飞机附近爆炸就能造成伤害，但是穿透力不足，伤害不了主战坦克。
反坦克导弹的巨能战斗部倒是能把飞机打个对穿，但它很难命中飞机。为了能最大限度提高导弹通用性，各国都采取了统一规划、联合研制导弹的思路。北约还建立了一个导弹联合计划实验室，统一统筹导弹研制与采购，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军种独自发展所需导弹的管理。这种行为也出现了以下现象：各军种在导弹要求、外形尺寸以及气动布局等方面非常相似，所采用的关键技术也基本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通用化原则定为关键技术的3项选择之一。这种研发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各军种之间稳定成熟的技术，还节省了大量的生产研制费用，缩短了研制周期，提高了导弹的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还能满足多军种联合作战的要求。美军装备的战斧巡航导弹绝对称得上通用化设计的标杆。这款武器在发展几十年后，依然是美军装备数量最多的导弹之一。而且战斧巡航导弹也不同于一般的战略导弹与战术导弹，战斧完全是在模块化设计理念下的新型多用途导弹，其价值也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按照作用定位划分，如今已经发展出 A、B、C、D、G 等多个型号。A 型属于对地核导弹， B 型是海基发射的反舰导弹， C 型是常规对地导弹， D 型则是采用子母弹战斗部的型号， G 型为陆基核导弹。由于核武器一般用不上，所以美军装备最多的型号主要是 C、D 常规版本。在战斧系列续航导弹中，所有版本都采用了 APN-194 雷达高度表，陆射型与舰射型采用了同一种助推器。除了反舰版本以外，早期型号都采用了 TERCOM 地形匹配系统，后期型号采用相同的 TERCOM DSMAC 指导方案。在 Block 3升级阶段，美军还在现有基础上加装 GPS 定位系统，或利用 GPS 接收机修正系统取代 TERCOM 地形匹配系统，以此来提高中段定位精度与飞行弹道的灵活性。受地物景象变化影响较小的 DSMAC2A 取代现有的 DSMAC， 提高弹载计算器的实时数据处理能力。在战术版本的战斧上，还利用红外制导、激光制导以及毫米波雷达来取代 DSMAC， 提高自动识别能力，使导弹智能化。海射型均与舰面发射箱、垂直发射系统与553毫米鱼雷管兼容，陆射型与海射型均采用相同的控制系统和任务规划系统。战斧巡航导弹从设计到发展，就是充分运用了3化实现最佳消费比、全面提升导弹的通用性为目标的一种导弹，通过分系统级与设备的通用性来提高导弹的用滑。现在基本上，美军每艘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都部署了大量战斧巡航导弹，就是因为战斧对陆攻击能力非常高，而海军水面舰艇缺少这样的有效武器。战斧导弹的发展和运用打破了传统的战略和战术导弹划分界限。而另一个通用化的典范就是 AGM-84 鱼叉导弹，这款可以多平台发射的亚音速反舰导弹，包括空对舰、舰对舰、前对舰以及岸对舰，可以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也可以用来对付小型舰艇，还能与飞机、舰艇、潜艇以及地面车辆组建成不同的反舰导弹武器系统。另外，在此基础上还发射出 AGM-84E 和 ER-AGM-84H 防区外发射的空对地导弹。整个系列的导弹在弹体结构、布局、制导系统以及导引头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并且都采用了 G402 C400 型小涡喷为主发动机，多个型号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弹体设计、相同的发射系统、计算机以及测试装备。也正是因为鱼叉导弹的通用性等特点，才能成为世界范围内装备最多的反舰导弹。未来导弹可能会基本通用，不再分地对地、地对空、空对地等等型号，只要能捕捉到目标、锁定目标就能发射攻击。目前美军现役导弹基本都是多用途的，这里所说的多用途指的是主要具备打击3种不同目标的平台才能被称为多用途导弹。但想要将所有导弹的能力集中到1枚导弹上，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是有些困难的。但事实上，美国已经服役了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多用途弹，也就是标准6防空导弹，具备防空、反导以及反舰3种能力。在英勇盾牌演习中，美军就曾利用标准6防空导弹击沉一艘退役的护卫舰。这款导弹的总体设计基本沿用了标准2 Block 4导弹的弹体，不过在推进系统、战斗部以及雷达制导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改进，
还用上了 AIM-120C 上的主动雷达导引头，以此呢提高导弹的远程防空能力。设计之初，标准6并不是为了取代现役的标准3，而是美军想添加一种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先进导弹，来丰富自己的打击手段。在此之前的标准导弹最大射程都未达到200公里。在使用方面，标准2为单纯的防空导弹，标准3是在标准2增程式导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具备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而标准6则是整合了2种导弹的性能，并且还添加了反舰能力。从2015年开始，标准6都有1版本具备了反导能力，并且可以部署到伯克级驱逐舰的垂发弹源中。弹道导弹拦截方式也从过去的中段拦截变成了末端拦截。2016年，雷神公司又为其添加了联合交战系统的能力。有了这套系统的加持，在同年首次演示了反舰能力，击沉靶舰鲁本詹姆斯号护卫舰。自此之后，标准6导弹的3种功能被正式认可。不过，相对于防空和反弹道导弹能力而言，它反舰能力的真实效果还有待考证。毕竟只有60多公斤的战斗部，即使换成专用对舰战斗部，估计打击效果也不是十分理想。但要注意一点，标准6的突防速度可是达到 3.5 马赫，在一定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超音速武器了。这一点对于军舰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当然，64公斤的战斗部还是有点太小了。作为全球首款多用途弹药，标准6确实非常先进，配合美军大力发展的联合交战系统，舰艇只需要携带这一种导弹，就可以实现对空、对海以及对弹道导弹的攻击。所以导弹通用化是未来趋势，不仅可以执行多种任务，还能减少研发成本，降低后勤压力。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